Hello，大家好，我是一元，又来到了官方的前档影片。但是在讲这个东西之前呢，我们要跟阿古斯道别了。那么因为最后的内容呢，就有说到阿古斯他会离开了，这个是一个令人伤心的事情，因为我在上个月才跟他见面而已，然后现在他突然之间就说他要离开了，而且我上个月跟他见面的时候，他都没有跟我透露这个东西，他太可恶了，应该稍微透露一下。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最近的官方影片都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去主持啊？原来是这个原因啊。那么不管怎样，这里感谢阿古斯一直以来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更新影片介绍，还有我们私下联络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帮了我很多忙啊，包括我们去线下聚会的一些东西啊，都是他负责帮我们处理的。所以这里希望阿古斯前程似锦，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见面的。OK， 我们回来先讲一下这一次官方的影片介绍啦。那官方这边呢，有特别的再次注明，这个佩拉约呢，它并不是巅峰时期，你们可以看这里的字幕啦，并且它也不是我们骑兵体系里面的迭代，这里也是特别注明了。所以下一次新推出的骑兵统帅是不包含佩拉约在里面的，依旧还是会出现2位新的骑兵统帅。至于他们为什么紫色变成金色，这个不知道，并且他们这边也是有强调啦，其实他们这个提升呢，是为了要提升他们在早期的玩家，他们搭配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搭配，有比较好的选择。那么后面介绍的一些技能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而且我大多数的观众其实都是老观众啦，其实都不太在乎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跳到他如何晋级方面那边去讲。那你们这边可以看到，他首先跳出来的就是会有一个礼包，要提升的话就必须要花新加坡币4块4毛8，差不多就是一套每日特惠宝箱的价格。当你们提升了之后，它就会返还这些东西，就包括你之前所使用的紫色星星、紫色雕像，还有经验书。下面还有说到，如果你是已经转换成金色的佩拉约之后，你这些紫色的材料所有都会派不上用场。相信看到这一点的玩家应该都会感到生气，为什么不是免费升级？因为有很多人其实他们有私底下问我，是不是免费升级啊？是不是我可以用紫色的雕像去提升满它的技能什么之类的？但是这边看来事与愿违啦，还是要花钱的。这样看下来，其实很多骑兵都是要花钱的，像之前的元翼金啊，还有包括这一次的佩拉约，有一些玩家说曹操其实也是要花钱，因为在每日特惠宝箱嘛。那如果是在国服的话，曹操就是在 VIP 那边也是一样要花钱的，所以基本上就是骑兵的体系，你们都是要花钱。所以以他这边会归还这些材料来看的话，我觉得佩拉约不可能他会给你觉醒的，他只是会给你10颗雕像而已。我个人觉得，你们自己想一下，假设说如果这位统帅他可以用一套每日特惠宝箱的价格是直接拿到觉醒的话，那其他兵种的玩家肯定会抱怨这件事情，为什么工兵没有，为什么步兵没有嘛？而且你用一个每日特惠宝箱的价格去购买到佩拉约觉醒的话，这个也不太合理。所以如果你是早期的玩家，你又想要去觉醒佩拉约的话，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可能你也是要准备不少的金头去觉醒。下一个活动为了配合现在的世界杯呢，所以官方他们也是推出了一个活动呢，就是要大家去做守门员你点进去那个活动之后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这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它的规则是怎么样的啦。在活动开启的时候，你们要设置好自己的防守，在防守阶段的时候需要设置3个球门的防守，每个球门都会有给你们4个部队，否则设置就没有办法保存。在我们进攻的时期就会挑战对方的3个球门，我们会有9次射门的机会，不管你射球门的时候有没有进球，球门周围的屏障都会减弱。如果在你射球的时候被守门员给扑出外，需要重新调整射门的位置。关于分数规则，进攻方每进1粒球就会获得1分，防守方每防住1颗球就会获得1分，达到指定的积分即可解锁每日的梯队奖励。挑战次数，活动期间你每天拥有5次免费的机会
去挑战。如果你们想要额外的挑战次数，可以通过完成活动来获得。他所说的额外方式获得，应该是拿到更加多的分数之后，就可以拿到这些箱子什么之类的吧，可能有额外的次数也说不定。那你们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你要自己设置好你的队伍要放在哪个位置。但是其实这边还给2个骑兵啊，我还以为是工程车。当你们摆好之后，会出来这样子的画面，就是对方其实他是看不到你的队伍是怎样摆的，只有他把那个球踢过去之后才会显现出来。但是你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人摆明就是乱摆的，哪里有人这样子留这么多空位给人家踢进来的？但是至少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一定是正面摆啦，你可以打斜，可以打横，可以反过来摆。但是这边太浪费了，他其实可以把那个骑兵拉到这个地方，然后把那个步兵打横摆，其实可以挡着更加多的空间。那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其实他们在 DC 那边也是有做一个下注的活动啦。那一般我很少会参加 DC 的这些活动呢，如果有兴趣的观众呢，其实你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参加，你们觉得谁的胜率会比较大一点？当然如果你要下注的话，也是要有一定的积分啊，如何获得积分什么之类的，你们可能要去 DC 那边看一下规则。另外一个活动呢，不算是新活动啦，只不过有做了一些更改。这个就是联盟竞答，像以前它只是出现一些字而已，可能你来不及去反应啊，但是现在多了一些图片之后，你反应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像他这边就有问到哪一个是楔形阵，那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哦，这个就是楔形阵了。所以他的问题可能会跟之前有一点不太一样，还会问啊，哦，这个照片是属于什么装备？但是其实他这边的名字也是挺接近的，我就觉得说还蛮好玩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会出这个什么奇怪的问题。这个问题就问到你们时常看的影片中，哪一个才是真正看到的社区总监的照片？是我的话，应该会选择这个狗啊，长得挺像的，是不是？下一个部分就是公告里面有提到的，之后英雄战歌会推出类似像竞技场这样子的一个小活动啦。但是这里看来呢，其实跟之前所跟大家介绍的特洛伊战歌里面的一个斗兽场是类似的玩法，就是你要派部队，然后跟对方单挑。在这种活动上，一般你的装备军器、你的统帅并不是很好的话，基本上是很难获得胜利的。只是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在这样子打了之后，会不会拿到更加多的重伤，或者是提升自己的击杀，部队会不会进医院这样子的问题而已。因为之前特洛伊战歌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导致到我们的医院会无端端的满起来，甚至是阵亡部队。而且因为你不能操控的关系，你不能用技巧的方式去获得胜利啊，所以这种玩法呢，其实对于那些比较偏弱一点的玩家来说呢，是不太友善的。那这边介绍就有说到，它这个是在关卡5开放之后才开始的一个活动，限时活动来的。在活动期间，你们可以选择要红队还是要蓝队的那一方，然后部署你们的部队就可以了。那这一次的活动就是联盟活动啊，你们需要通过花宝石或者是去购买礼包才可以完成的。当然如果你不想要花钱花宝石的话，也是可以完成啦，但是你换到的奖励就不会这么的丰富。因为如果你们想要拿到金头或者是拿到一些城市主题的话，他会要求你说要捐献宝石才可以拿到的一些道具才可以去兑换的。但是因为他这个画面没有拉下去了，所以不能跟大家一一介绍里面有什么奖励。但是这种活动以往都会出现啊，大概率都是拿到一些金色的金星，拿到一些材料，不过是紫色的材料，还有一些紫色的图纸之类的吧。然后这一次也是有推出一个新的活动，其实在线下聚会的时候有稍微讲一下啦，就是你击败了野蛮人之后就可以拿到失落的叶片，接着你们就很像用拼图这样子把它拼成一个页面，要放满整个页面。当你们修复好整个页面之后，就可以拿到丰富的奖励。看他这边的情况呢，这边应该是可以拿到一些金头之类的吧。但是他这边规则就有说到，玩家其实也可以通过宝石或者是用礼包来获得羽毛掸子来清理这些区块，就是它这个书本上面呢会有一些污渍覆盖的，在清洁之后这些章节在整个活动期间都可以用，所以这个活动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还是要花一点点的宝石跟钱。然后这个谜题之书有部分的章节可能会被锁着，玩家需要花宝石来解锁它们，某一些章节可能会在第二天再次被锁着，这样看起来好像有点
坑啊。奖励方面上半部分都没有讲什么特别的部分，但是他在第2点那边就有说到，当你们打完野蛮人之后拿到的书页可能会有包含双页面的书页，如果把这些双页面的书页完美的放入谜题之书之中，提交完成的书籍就会获得2倍的奖励。这边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就是你这些遗失的书页将会在每一天 UTC 0点，如果是在国服的话应该就是凌晨0点的时候，谜题之书就会被重置，然后遗失的书页都会丢失。活动结束后，任何没有领取的击败野蛮人获得的书页将会无法领取或者是使用，所以各位每一天都要记得去兑换掉或者是去用掉它啦，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南瓜的活动这样子。那奖励的部分就有包含这些东西啊，1颗金头而已。不过他这边是写今天啊，有可能他每一天都会重置的吧。如果他那个活动时间比较长的话，应该可以拿到蛮多金头，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弄到这样子的书页才可以，这个是那个规格啦，你必须要摆出来，如果你摆不出来的话，你就拿不到这个金头，这样他这个难度还挺苛刻的。因为他刚刚有讲到嘛，他有一些地方会有被物质挡着的，所以可能需要你花一些宝石去解锁，你可能是弄不出这样子的形状的，一定要花宝石或者是要用钱去购买礼包才可以把它清除掉，才可以弄到这个造型出来。除了比较重要的金头之外，还有包括君王钥匙，还有包括洗炼石、宝石，还有一些材料之类等等的。那么再来这个部分就是之前有提到的疑兵，它会转换去反侦查，然后我们一些资源的争议呢，那些全部都会变成材料给我们，还有包括之后 VIP 会直接提升我们的资源产量，就我们不需要再用到那些道具去开启了嘛，所以它这边是根据你 VIP 提升的等级来增加你可以拿到多少的产量提升。那这里就有观众好奇了，如果是把这些全部都移除掉的话，官方会替换成什么的任务放在我们每日必须要完成的任务里面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每天要登录，另外一个就是提升我们一个城市里面的建筑物，第三个就是收取50的步兵，还有包括工兵、骑兵，就是要做一个联盟的捐献。但是我觉得如果等级不同的话，应该要捐献的处数有一点不太一样啊。下一个就是收取工程车，就是你训练完之后啦，要接收一些工程车。接下来这个是跟之前差不多，就是包括采集多少的资源，这个是击败野蛮人，这个是接收200个步兵单位，接收200个工兵单位，200个骑兵，200个工程车，击败地图上3个野蛮人，在城市中收集资源，治疗你们的部队，帮助你的联盟成员提升一个科技，打开3个银色的宝箱，使用5个资源道具。这边所说的5个资源道具应该是讲我们平时开一些宝石，在书包里面的宝石就可以了。使用一个采集速度提升的加成，使用经验之书，在驿站那边购买，挑战一次日落峡谷，还有生产材料，就这些。还就是大家感到比较高兴的，就可以直接用30个采集速度提升了，你可以看它直接使用了。但是它的那个每日任务里面就有说到每一天要用一个采集速度的提升，那如果我开了30个，它会自动帮我完成这个任务吗？还是说我每天都必须要开呢？我比较好奇这一点。最后一个是简化，但是我看他开了简化跟没有开简化没有什么差别，他没有演示出来开之前跟开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我就跳过吧。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内容前档啊，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呢？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者是翻译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那关于佩拉约传说版本呢，它的一些详细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等游戏正式推出的时候才可以看啦。不过我觉得大多数玩家应该都是不会太在意的，毕竟要花钱才可以提升嘛，我宁愿用回紫色的就算了，花钱又不是直接拿到觉醒版本了。所以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